神明游戏第3轮，我的选择是让神明不爽。这场游戏的 MVP 判定并非是按照通关先后，而是按照抠糖饼所用的时间。朴昌浩虽然是第一个通关的，但是他从开始到抠完一共用时3分钟左右，而三金则用时20秒不到，甚至他还帮助了12个人一起通关。试问一下，这种表现不算 MVP 的话，那怎样才算？我只会解释这一次。如果之后再有人觉得不服，可以退赛。退赛？开玩笑，退赛不等于自杀吗？我本次共享房子的条件是，刚刚跟我一起通关的玩家，且必须保证今晚绝对服从于我，不得有任何捣乱现象。芜湖住庄园去了，某些质疑龙王的人只能睡粪坑了。当天晚上，三金与自己的小团队聚在一起。各位既然愿意把那么致命的把柄交给我，那就是信得过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各位从这里救出去。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不成熟的建议，我想创建一个反基金会联盟，等我们出去之后，彻底的将基金会给铲除掉。各位就是我这个联盟的第一批会员，谁赞成？谁反对？众人面面相觑。基金会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毒瘤，我们日落帝国的每一任地主基本上都要受到基金会的掌控，甚至作为公主，基金会说抓就把我抓来玩这种死亡游戏。我早就看基金会不顺眼了，所以我愿意第一个加入。大国的元老阁、财阀几乎全是基金会扶持出来的，即便是我竞选上的地主，也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只能当一条狗，所以我也愿意加入。他们都已经威胁到我的性命了，我没有理由不反击，我也赞同。接着，在场的各国元老阁阁主、首富、地主等大人物纷纷开口赞同。我加入，我觉得可行。好，那么我们这个联盟就叫鸿蒙会，我任会长，各位就是我的第一批会员，后续各位可以引荐人才入会，要求必须是各国最顶尖的精英，且必须服从管理。神网破解成功了，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很多。找到游戏所在的地址了吗？找到了，应该是位于南半球的一座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孤岛上。花指挥，请下令吧。10万战士听令，全员启程，从海陆空3方进行营救行动，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我国公民三金先生和沈幼为沈小姐拯救出来。此次行动代号为飓风营救，开始行动。隔天，400多人被面具人分成了若干组，每组大概50人左右。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前2轮只是福利游戏，从第3轮开始，你们将面临和承受的，并不仅仅是跟自己生命相关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下来进行的游戏，每位玩家的性命，除了掌握在自己手上，也同样掌握在其他玩家的手上。请你们彼此多一点信任，这样通关的几率会大一些。又是分组，又是说这种屁话，不就是让我们合作战斗吗？第3轮游戏名叫死亡列车，首先请玩家们抽签，选择你们是当乘客还是驾驶员。面具人拿着签筒让玩家们抽签，三金抽到的身份是驾驶员。然而本组成员除了三金之外，全部都是乘客。抽中乘客身份的玩家，请跟随面具人走，听候安排。抽中驾驶员的玩家，你们都将轮流进入驾驶室，在那里你将做出一个选择。当你做出选择后，说出你为何要选择此种的理由，理由恰当者晋级，理由不当者淘汰。游戏开始。很快，三金一行人被带到了所谓的列车上，几人边往驾驶室走边讨论了起来。怎么只有这么点人啊？你们都抽到了驾驶员角色吗？是啊，待会不会是让咱们开火车，比谁开得快吧？你扯淡呢！火车的最高速是固定的，跟驾驶技术有个屁关系啊！轮流去驾驶室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几名驾驶员都吃不准这一关的规则，三金则是不紧不慢地对列车观察了起来。这些车厢的密闭性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我刚刚那个屁这么久都散不出去。这一关的游戏难道跟车厢这个密闭性有关吗？一直走到了1号车厢，再往前就是驾驶室了。三金坐在了车厢的角落里，桌子上有一盆郁金香。密闭性、郁金香，一路从列车末端走到这，有2个奇怪的地方。首先，所有的车厢密闭性都出奇的好，一旦关闭车厢2头的门，那么车厢内部的空气将完全跟外界失去连通。人在这种密闭空间里久了，那是会缺氧而死的。其次，1到10号车厢的这个角落都摆放着一盆郁金香。密闭性、郁金香，这2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想不出来，那也不能让其他人发现这条信息。没多久，列车启动，所有驾驶员都跟着紧张了起来。你们谁先进去？众人面面相觑，显然大家都想摸着别人过河。10秒后，无人进入驾驶室，全员淘汰。三金不为所动，其他玩家虽然也都一副老神在在，但其实内心慌的一批。马德，我先去。就在这名玩家进入驾驶室的瞬间，1号车厢的电视也顺利点亮了，显示屏上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似乎是为了防止他们作弊故意这么设置的。此时兰西帝国的驾驶员脸色苍白无比，因为他视线远处的铁轨上分成了2条，两边都绑着参与游戏的玩家们，只不过中间的玩家只有10个，左边的有40多个。而驾驶室里的控制杆能控制火车的行驶方向。原来这一轮所谓的选择是这样的，不过这一关应该不是想考验玩家们的选择，毕竟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选多选少他们都没有心理负担。这一关要考验的是对做出选择的理由，如何能让理由自洽才是通关的关键点。还好我在重生之前看过这道题的完美解法。
驾驶员请立刻做出选择，否则直接淘汰出局。马德，让我一个医学教授按照自己的喜好杀人，这是什么鬼游戏啊？该死的，我是个医生。这名玩家双目赤红，表情狰狞地拉动了控制杆，呼啸的列车朝着左边的轨道急速冲了过去。他疯了吗？他居然选择让多数玩家去死，这不妥妥的要被淘汰吗？剧烈的撞击过后，兰西帝国的玩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一片苍白。他们被我害死了，被我这个医学教授害死了。你的选择是让40多名玩家被淘汰出局，你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恰当的话，你将晋级下一轮游戏。现在，请说出你的理由。我选择左边的原因，是因为中间的玩家里有一个人昨天给了我一块干净的面包和一杯干净的水，哪边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我敢保证，这里所有的玩家都只在乎自己的性命，所以我选择让那个帮助了我的玩家活。很有意思的理由。不过，你身为一名医学教授，不是应该救死扶伤吗？那为什么不选多的那边呢？这些玩家全是世界的顶级精英、富豪，他们自己都承认的一个规则是：真理只掌控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我就遵从他们的规则，让大多数人去死。广播里，恐怖公难阴森的笑声响了起来。206号玩家通关，请进入休息区等待。通关了。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驾驶员们全都愣住了，因为没有声音，大家也不知道刚刚206号玩家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了，选择撞死更多的那一边就能通关。没错，206号玩家就是这么选的，所以他通关了。最起码，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率能通关的答案。只要我们的理由自洽，这一关对于我们而言就是福利局。在他们看来，只要让更多的玩家去死，那么自己就能活。请下一位驾驶员进入驾驶室。这一次，阴阳国的玩家同样选择了左边，理由是右边有我在阴阳国的一个商业对手，我决定趁此机会除掉他。123号玩家通关。于是剩下的驾驶员们陆续进入驾驶室，他们都轻松地选择了左边，让更多的人去死。无一例外，驾驶员全都通关了。然而三金却皱起了眉头。选择左或者右根本不重要，甚至是选择的理由也不重要。这一关游戏的目的完完全全就是恐怖公在愚弄我们而已。哪怕说不出理由，驾驶员也必定能通关。玩弄人心吗？取悦神明吗？你既然喜欢玩弄我们，那么老子的选择就是让神明不爽。